2023年年底，一部泰国恐怖片横空出世，成为年度最大的黑马，一举拿下泰国影史上票房第2的好成绩。今天咱们就一起来看看这部《送葬人》究竟好在哪里。相传在泰国东北部的偏远地区，当地人相信人死后灵魂容易迷失方向，必须有一位德高望重的人为其引路，于是就有了送葬人这个职业。他们不仅要帮家属搭灵设宴操办仪式，还要帮已故之人洗身净面入土为安，送死者体面地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，抛下凡尘俗念，重新进入下一世的轮回。这天晚上，村里的年轻女孩小梅莫名吊死在了家里，等家人发现时已经为时已晚。女孩不久前被渣男抛弃，送葬人胡子叔收敛遗体时才发现小梅已经怀有了5个月的身孕。传说怀有身孕的人死后容易变成厉鬼，于是他提醒年轻人晚上早点回家，避免遇到不干净的东西惹祸上身。胡子叔家里世代从事送葬人这个行当，可到了他这一代即将面临失传的局面。大儿子是名医生，整日忙于工作；小儿子提姆刚刚大学毕业，正在备考2个月后的司法考试。更重要的是，提姆胆子很小，就连晚上洗澡都要哥哥陪着。胡子叔很难再把自己的衣钵传承下去。很快到了给小梅挑选墓地的日子，胡子叔给家属每人发了1枚鸡蛋，然后让他们将鸡蛋高高抛起，只要鸡蛋落地时破裂，便表示小梅愿意葬在这里。结果尝试了很多次都不能如愿，搞大小梅肚子的渣男也扔了1次，同样以失败告终。人群中一个叫桑吉的男人突然走了出来，他是小梅的前男友，也想为小梅再做点什么。结果没想到的是，唯有他扔出去的鸡蛋正常破裂。由此桑吉大胆推断，小梅一定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想要对他诉说。朋友们都劝他不要多想，可由于桑吉对小梅情真意切，如果当初不是为了给奶奶积攒福报剃度受戒，让渣男趁虚而入，说不定2人真就走到了一起。于是他找到奶奶询问如何才能见鬼，奶奶告诉了他3种方法：反戴护身符、穿死人的衣服、把黑狗的眼泪擦在眼皮上。于是当天下午，村民就看到了桑吉追着黑狗满街跑的画面。晚上，桑吉带着小梅的衣服来到他家门口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他一次性用了3种方法，果然没有让他失望。桑吉不但没有见到小梅，还被当成了变态。几乎与此同时，几个年轻人到墓地里捉蟋蟀，结果转身就发现小梅的鬼魂正在死死盯着他们。几个精神小伙在大街上飙车，提姆被吵得无法学习，正要大声训斥。小梅的鬼魂频频出现在众人面前，似乎真的是不甘心就此离开。桑吉为了见到女友的鬼魂，不仅拜访了寺庙里的大师，就连据说能看到鬼魂的流浪汉也没有放过。但每次都是以失败告终，想见鬼的人见不到，而那些不想见鬼的人却被吓破了。这天晚上，渣男正在熟睡时被一响惊醒，抬头就看到小梅的鬼魂正站在自己身上。说回送葬人胡子叔这边，虽然他知道提姆不能成为自己的接班人，但村里有人办丧事，还是会带着他一同前往。提姆好奇死者的母亲为什么要敲击几下棺材，父亲告诉他这是在试图叫醒死者的亡魂，希望他们在离开之前再吃一顿家里的饭，感受到家人的温暖后安心走好。而死者也同样如此，希望家人可以尽快忘却悲伤，回归正常生活。只有最亲近的人才会感受到对方的喜怒哀乐。隔天的一场收敛仪式中，死者的仇人对着尸体拳打脚踢，父亲却埋怨提姆没有上前阻止。在胡子叔看来，人死后就要放下生前的恩怨情仇，活着的人更应该如此。而他们作为送葬人，必须一视同仁，对逝者要保持应有的敬畏之心。桑吉尝试了各种办法都没能见到小梅，于是便打起了胡子叔的主意。就在他与提姆套近乎的时候，胡子叔突然摔下楼梯，经过医生的检查，腿部并无大碍。这时哥哥才偷偷告诉提姆，胡子叔的癌症已经到了晚期，之所以没有告诉他，是不想影响他的学业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胡子叔只能坐在轮椅上操办丧事。眼看父亲的身体越来越虚弱，提姆便产生了想要暂时帮他的念头。可由于自己胆子太小，不敢触碰尸体，他便想着找个帮手一起干活，但大家都觉得没钱赚，还这么晦气，根本没有人愿意帮忙。恰好这时桑吉过来请教见鬼的方法，胡子叔本来不想教他，毕竟阴阳2个人鬼殊途，还是不要打扰对方才好。奈何桑吉对小梅痴心一片，苦苦相求，最终胡子叔不得不答应教他，但前提是要他和提姆成为搭档，继续为村民们提供送葬服务。2人很快跟着胡子叔学起了送葬仪式中的各种礼仪和细节。半夜3更，村长赶夜路回家，突然从摩托车后视镜中看到了女鬼，可等他回过头去，女鬼又消失不见。他赶忙掏出手机给寺庙的大师打去电话，大师让他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正常回家。但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装出没事人的模样？村长直接把车子留在原地，仓皇逃走，在寺庙里住了1晚，根本不敢回家。村长遇到的女鬼却是桑吉最想见到的人，
他从胡子叔那里讨到了灵魂出窍的方法，迫不及待找来朋友在家里开始试验。灵魂出窍只有1炷香的时间，朋友负责在香烧完之前把他叫醒。随后桑吉口含9片槟榔叶躺下，放空大脑，默念胡子叔教他的咒语。他与女友曾经的美好在脑海中一幕幕闪过，仿佛时间瞬息穿越了1000年。等他醒来时，发现来到了一片沙滩。这时他想起了胡子叔说过的话，灵魂出窍只会到达3个地方，一个是现实世界，一个是自己的灵魂空间，最后一个便是亡魂所处的阴间。很显然这里是自己的灵魂世界。桑吉高喊着小梅的名字，朝着湖水走了过去，不料突然脚下一空，跌入了无尽的深渊。桑吉想要浮出水面，却发现自己根本不会游泳。片刻过后，强烈的窒息感笼罩全身。经过短暂的死亡瞬间过后，桑吉从路边的排水沟里猛地醒来，放眼望去，半空中漂浮着数不尽的稻草人和红椅子，穿着白色衣服的亡魂与他擦身而过。正在男人迷茫之时，一旁的绿化带里突然传来了小梅的声音。桑吉钻进去，才发现后面别有洞天，一片蓝色的光晕之中，小梅背对着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桑吉正要上前搭话，却突然被人抽了一个耳光。1炷香的时间已到，是朋友在喊他回去。等桑吉回到现实，正好看到一旁的朋友正在用拖鞋抽他。他给朋友讲述自己刚才看到的一切，可朋友却像是看傻子一样盯着他。为了再次见到心爱的女友，他跑去胡子叔家里寻求延长时间的方法。这次胡子叔带他来到了小梅的墓地做法，并警告他不要在毫无意义的地方驻足停留。这次桑吉直接在湖边醒来，随后毫不犹豫跳进了水中。与第一次的惊慌失措截然不同，这次他是满脸微笑，等待着窒息感的到来。桑吉终于又一次见到了小梅的灵魂，可还没等话说出口，他的声音已经开始哽咽。女孩问他为何频繁来到这边，桑吉憋了很久，只说出了我想你3个字。他语无伦次地开始向女孩道歉，如果当初他跟女孩一起外出求学，如果当初他没有去寺庙受戒，或许就不会是今天这样的结局。预感到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，桑吉约小梅下次在瀑布前见面，那是他曾经承诺过要带女孩去的地方。小梅终于露出了浅浅的笑容，桑吉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。等他从现实中醒来，不禁泪流满面，仅仅只是匆匆一瞥，便已是一眼万年。提姆载着父亲回到家里，正好遇到村长夫妻过来找胡子叔商量事情。原来大家经常在村子里看到死去的小梅，于是便商量着尽早将她的尸体火化，斩断她与这个世界的一切牵连。胡子叔推脱2个徒弟暂时还不能胜任，自己的腿脚又不方便，只能等到自己的身体好点再说。没想到村长刚想离开就被定在了原地，原来小梅的鬼魂正在死死地盯着他们，2个人只能又灰溜溜地坐了回去，看着胡子叔一家人把饭吃完，再也不敢提火化小梅的事情。另外一边，提姆和桑吉跟着胡子叔学习了这么多天，终于等到了他们施展拳脚的时刻。可没想到第一单生意就遇到了一个外国黑人，2人一时之间不知该如何下手。他们找来了寺庙的大师和一名外国朋友，几个人商量了半天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。直到桑吉掏出了大蒜和十字架，他们再也忍不住哄堂大笑。这他喵的不是要把灵魂送走，而是想要把他直接干掉的意思。最后得知死者生前信奉的是基督教，从教堂里找来2名神父才算完成了送葬仪式。但这还不是最离谱的一次。几天后，他们又接到了一单生意，竟然是主人要为死去的汪星人举办葬礼，仪式现场甚至比死了人还要隆重。果然人与人之间的悲欢离合并不相通。几天后的一场葬礼上，提姆本想用椰子水给死者清理身体，不料一刀砍在了死者的胳膊上，直接将尸体的手臂砍断。在给死者清理骨灰时，桑吉竟然问家属死者长了几条腿几个脑袋，手忙脚乱，各种问题层出不穷。但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问题，2人总是尽最大努力做到极致，让逝者得以安息。可能连他们自己都没有发现，2人越来越接近一个专业的送葬人。这天晚上，僧人正在房间里偷吃东西，窗户突然诡异的自行打开，同时外面还传来了诵经的声音。他赶忙走过去锁死了窗户，不料下一秒，僧人大声呼喊着路过村里的小卖店，还没等老板弄清楚什么状况，紧接着他便看到身后站着一个白衣女鬼，这正是不久前刚刚死去的小梅。此时小梅的鬼魂已不像之前那么清秀，腐烂的脸上倒挂着2只血红色的眼睛。所有见过女鬼的村民一起找到村长，要求将小梅的尸体尽早火化。可自从上次村长被女鬼恐吓后，再也不敢提火化的事情，只能以胡子叔的腿疾还没有痊愈搪塞大家。当天晚上，村长发布了宵禁令，让所有人夜晚待在家里，不要外出，免得碰到女鬼招惹不必要的麻烦。忙完了一天的工作，桑吉再次灵魂出窍去见小梅的鬼魂，之后的所有过程一如往常，唯一不同的是这次竟然在自己家里醒来。他疑惑地站起身来推开房门，却发现竟直接来到了瀑布面前，而一袭白衣的小梅早已等候多时。他终于兑现了2人当初的约定。小梅看上去也比往日里更加开心，羞涩的样子像极了活着的时候。他们好像又回到了之前的甜蜜时光。桑吉邀请女孩一起下去游泳，可等他钻出水面，才发现小梅早已不知所踪。提姆和桑吉的业务越来越熟练，
这天他们遇到一个变性人的葬礼，现场被布置成了一片粉红的颜色。为了尊重死者且不会显得那么突兀，两人也换上了粉红色的衣服才开始了工作。最后还给死者画上了一个美美的女生妆容。胡子叔看着两人熟练地忙完了整个流程，似乎看到了当年自己年轻时的样子。就在这时，胡子叔突感不适，一阵咳嗽，竟毫无征兆地咳出了大口的鲜血。他赶忙擦干嘴角，把汗巾翻转过去，生怕给儿子看到这一幕。眼看距离小梅火化的日子越来越近，担心儿子会应付不过来，胡子叔提前带着他过来排演一遍。提姆在前面忙着认真的学习，却不知身后的父亲早已晕死了过去。胡子叔被紧急送往医院，检查的结果并不乐观，癌症已经深入骨髓，时日不多。可醒来后的胡子叔坚持要回家养病，还说就算是死也要死在自己家里。这大概就是落叶归根的意义所在。哥哥劝说提姆不要哭丧着脸，即使死去的灵魂都不愿看到家人的悲伤，更何况是早已看淡了生死的父亲。而痴情的桑吉又一次开启了灵魂出窍，这次小梅竟然来到了他的门前。本以为又是一次开心的相遇，没想到这次小梅却是来到别的。他已经放下了执念，想要再度轮回，桑吉却苦苦相求，不愿他离去，甚至愿意永远留在这个空间陪着他一生一世。小梅心里明白，因为心中有爱才会一次次被伤害，而自己离开只会伤害桑吉一次。说完转身走进了一片薄雾之中，桑吉拼尽全力朝他奔去，可不管怎么努力都始终在原地踏步。他大哭着求小梅留下，女孩却始终不敢回头。他害怕自己的一时心软会害了桑吉一辈子。此后的一段时间里，桑吉整天躲在家里借酒消愁，试图把自己灌醉，不再想起小梅的离去。到了小梅火化的这天，桑吉醉醺醺地流着泪来到现场，好兄弟亲手为他斩断代表着情感牵连的白线，紧接着在地上画出一道生与死的边界，家属踏过此线便不能再回头，他们从此阴阳两隔，再也不会相见。可桑吉最终还是不舍得看了女友最后一眼，想把她深深地刻在自己的心里，哪怕只是一具面目全非的干瘪尸体。就在提姆准备点火的前一秒，他突然接到了哥哥打来的电话。提姆全身的力气像是被瞬间抽干了似的，不受控制的瘫倒在地。最后是小梅的母亲捡起火把完成了仪式，看着心爱的女友被大火焚烧，桑吉悲痛万分，他不顾一切冲上去想要把大火浇灭。提姆亲手送父亲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，用父亲曾经教过他的手艺。提姆按照传统敲了敲父亲的棺椁，希望父亲可以吃饱后安心上路。守灵期间，桑吉多次跑来闹事，现在即使灵魂出窍也找不到了小梅的身影。他认为胡子叔肯定教了提姆很多办法，他一定能帮自己再见女孩最后一面。桑吉被几个朋友拉回了家里，奶奶以为他是招惹了不干净的东西，赶忙拿出从大师那里求来的绳子给他戴上，还拿出了孙子最喜欢的烤糯米哄他开心。在奶奶看来，他仍然只是一个犯了错的孩子。当天晚上半夜醒来，桑吉看着一旁的香炉，又想灵魂出窍，起身时却发现自己的双手被奶奶和女孩死死抓住。直到这时他才明白，逝者已逝，眼前人似乎更值得好好珍惜。女孩为他默默付出了那么多，他不能再自私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。第二天早上，桑吉扔掉了用来灵魂出窍的香炉，与眼前的女孩重新开始了属于他们的新生活。很快到了胡子叔火化的日子，全村的父老乡亲都来为他送行，送别这位为小村庄奉献了一生的男人。电影的最后，桑吉成为了村子里的送葬人，而提姆也迎来了自己的司法考试。每个人都开始了新的生活，失传的手艺可以再找回来，但错过的人可能就真的错过了一辈子。遗憾是人生的常态，释怀才是每个人的必修课。好好把握当下，珍惜眼前人，不要给自己留下更多的难以释怀。喜欢的朋友订阅关注点赞收藏支持一下，我是大嘴，咱们下个电影再见。